很多人坐姿不对，长期低头玩手机，导致颈椎越来越不好，经常会感觉颈椎疼、脖子僵硬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颈椎疼痛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手在身后相互握住，然后用力的向后拉伸。拉伸的同时，头部也要尽量的往后仰，让自己肩颈背部的肌肉用力的收缩。坚持5秒，放松一下，然后再做，这样反复做20到3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舒筋活络、放松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颈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如果你感觉颈椎不舒服了，就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大家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喝点活血的茶，比如苦荞茶，对促进血液循环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。都知道，如果长期久坐不动，对着电脑，还有经常开车的人，往往会出现颈椎痛的问题。如果颈椎问题严重，还会导致脑供血不足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改善颈椎痛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我们自然站立，保持身体挺直，将双手向前伸直握拳，然后双手手肘弯曲回收，双手相对，手掌心朝下，这样伸直收回，反复练习5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和锻炼颈部肌肉，促进颈部气血畅通，不仅可以缓解颈椎疼痛，还能够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大家每天可以多练几次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建议大家平时没事还可以喝点畅通气血的茶，比如苦荞茶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也有利于颈椎健康。现在颈椎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当出现颈椎疼痛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受，而且颈椎不好还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颈椎疼痛。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手交叉，手掌心向上，慢慢的举过头顶。举过头顶的同时，要抬手，眼睛看向手背，坚持10秒钟，慢慢放下，然后再做。这样反复的做5分钟。这个举手的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打通颈椎淤堵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、颈椎疼痛都有一定的帮助。经常伏案工作、长期久坐的人可以试试这个动作。建议大家还可以喝点苦荞茶和山楂水，有助疏通血管哦。很多人感觉颈椎疼痛，其实可能是久坐不活动引起的，所以平时要多舒展一下筋骨，不妨起来做一个动作吧，可以帮助缓解颈椎疼痛哦。这个动作简单又方便，还不用花1分钱。首先自然站直，双手自然的放在身体的两侧，然后双手交叉，慢慢的向上举起，手掌心朝上，举过头顶，头部向上抬，眼睛看着手掌，坚持5秒，放下，然后再做。每次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缓解脑供血不足，对改善颈椎疼痛、保护颈椎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如果想要保护颈椎，平时还要避免长时间低头，枕头的高度也要注意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喝点洛神花茶、苦荞茶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可以帮助预防脑供血不足，保护颈椎健康。很多人由于坐姿不对，低头玩手机，导致颈椎越来越不好，经常感觉脖子僵硬、颈椎酸痛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去管。如果颈椎不好，也会影响到大脑供血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。下面教大家2个拉伸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打通淤堵，让颈椎更健康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将左腿向前迈1大步，左腿、大腿和小腿保持垂直，右腿保持伸直，上半身腰背挺直，头部尽量的向后仰，同时双手向上伸直，手臂和头部一起向后，坚持10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。每天这样拉伸可以疏通经络、舒筋活血，对改善颈椎不适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，让臀部尽量的坐在脚后跟上，然后上半身向前向下伸展，同时双手也向远方伸展，让自己的胸部尽量的靠近垫子，额头和下巴也触碰垫子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还原再做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对颈椎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睡前抽出10分钟的时间做一做，不仅可以保护颈椎，而且还能够改善脑部供血，
可以说对身体大有裨益。现在的人由于长期站立、坐着，再加上不运动，越来越多的人呢出现颈椎问题，所以呢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可以帮助改善颈椎，比贴膏药管用多了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先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左手放到后背，右手手臂抬起，放到我们的胸前，手掌呢立起来，然后向左侧平行的推出去。推出去的同时，头部向右侧看，这样坚持5分钟，还原到站立的姿势。再换另一侧手臂，重复这个动作，这样左右交替为一组，每次做49下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到肩颈部的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疏通淤堵的经络，能够很好的改善和调节颈椎问题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帮你远离颈椎病困扰。菜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到的，那蔬菜含有的营养物质多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但并不是所有蔬菜都对身体好，有几种你常吃的可能比槟榔还致癌，希望你不要吃了。第一种，催熟的西红柿。那西红柿好吃又营养，但是熟透的西红柿容易腐烂，所以现在的西红柿大多呢都是催熟的。这样的西红柿里面可能含有龙葵碱毒素、甲醛等有害物质，那经常吃对身体危害很大。第二种，蕨菜。蕨菜是一种野菜，很多人喜欢挖来吃。虽然蕨菜营养价值高，但是蕨菜中含有一种原蕨苷物质是有致癌性的，如果吃多了也不利于健康。第三种，发芽的土豆。很多人家里呢喜欢囤很多土豆，时间长了呢，土豆就会发芽。发芽的土豆大家最好不要吃，因为发芽的土豆中含有大量的龙葵素，吃多了会导致人中毒，而且致癌性也比较高，所以最好还是扔掉比较好。喝茶是很多人的一种习惯，生活中很多茶饮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，而菊花茶就是其中一种。菊花茶有很多的功效，菊花中含有大量的芳香物质、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多种氨基酸，具有清肝明目、延缓衰老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其实菊花茶还有一个黄金搭配，若能够一起泡水喝，养生效果会加倍哦。山楂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山楂营养丰富，山楂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有机酸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具有健胃消食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那经常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，改善睡眠。所以将山楂和菊花一起泡水喝，有非常好的缓解失眠、清热去火、清肝明目的作用。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呢晚上喝一杯，能够帮你提高睡眠质量。对于经常熬夜加班、总是面对电脑的人，早晚喝一杯可以帮助改善视力、缓解眼睛疲劳。那最后呢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经常的喝点可以延缓皮肤衰老，有非常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。大家呢都知道，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呀，我们出门呢是要戴口罩的，还要勤洗手、多消毒。每天呢开窗通风换气呢也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就会担心了，这个新冠病毒会不会从窗户进入到房间呢？其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，因为呢，这个新冠病毒大多是通过飞沫或者是近距离的接触才会传播，而且呢，现在排查的都很严格，如果是发现病例，第一时间就被隔离了。还有呢，这个病毒在空气中没有气体，会被紫外线杀死的，所以大家通风换气的时候是不用太担心的。那建议呢，大家早上开窗是最好的，因为呢早上的空气比较清新，这样呢也能让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房间，对身体健康也比较有利。那最后提醒大家开窗通风的时候要做好保暖工作哦，因为现在天气呢还比较冷，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感冒的哦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很容易引发糖尿病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控制好血糖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做好血糖的监测工作。那有的人会有疑问，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哪个更能反映身体血糖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来说空腹血糖，当人处于空腹状态时，这时的血糖其实是属于基础血糖。通常监测血糖时，很多人也会选择空腹时进行，而吃完饭后，人体会摄入一定的食物，
食物中含有的热量和营养物质会被身体吸收，这时餐后的血糖会有短暂的升高，所以餐后血糖也会比空腹血糖高一些。不过这是正常的。那总的来说呢，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血糖，对血糖高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监测血糖时是需要全天进行的，这样才能更加精准、全面地知道血糖的变化。只要将体内血糖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，这样才算控制好血糖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